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打拼，为了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安享。因为晚年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和自己的老伴在一起，子女能够在身边的机会是很少的。有这几颗晚年有福志，活得越老越值钱。家有一老就是宝，快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下巴长痣。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孙运、福禄运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，这种人晚福较重，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。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致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，头脑也非常聪明，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，晚年有福又有钱。二、额头中央上方长痣。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，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、祖业根基和一生的福禄状况。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，且正中央的稍上方长有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目光长远，属于心智非常成熟的一类人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，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上司的关系，祖业殷实，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，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开疆拓土，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，一生享不尽的福禄。三、膝盖后窝长痣。腿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忍耐力，而膝盖则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。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，异性缘比较差，容易晚婚，婚后生活非常辛苦。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若是膝盖的后窝长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踏实，而且聪明好学，理财能力非常强，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，子孙运较好，晚年富贵又幸福，一生不为钱发愁。四、背部正中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背后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，所以背部的痣大多皆为吉痣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不仅富贵，而且还可以长寿。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，做事认真踏实，忍耐力极强，也有着极强的责任心，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，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，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，晚年能享儿女福，一生富贵。五、肚脐后方长痣。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聪明才智和事业财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的后腰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腰缠万贯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，行动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非常旺盛，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心智方面比较成熟，而且内心善良，乐于帮助他人，人缘非常好，一生妻贤子孝，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，越来越有福。六、肩膀有痣。肩膀有痣是一种吉痣，这种痣象的人老来发财，固然有一些辛劳，但是顽强拼搏，可以占领重要的位置，成为一种权威。他们在事业上可以成为好的指导人，以身作则，率领他人走上事业巅峰。七、鼻头有痣。鼻头有痣的人晚年有福报，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，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，可以说鼻头有痣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晚年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，因此他们一生都不用太出力，性格上也逐渐养成了温和、宽厚、善良的特点，待人接物周到细致，人缘非常好。因此晚年小辈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、不辛苦。因此这部分人也属于晚年健康长寿、有福气的一类人。健康的人一般都是有福气的。8. 嘴角右边有痣。
嘴角右边长有痣的女人，主劳碌费口舌之命。长有这颗痣的女人，这一辈子心眼十分大，而且管的事情很宽，小到一针一线，大到家里财政大权，终身疲于劳累，常常被女人称为女强者。但是他们的劳劳碌碌，常常为他们的后一代带来不错的福气，聚财气于家族之中。9. 脚趾有痣。脚趾固然相关于整个身体来说是比较小的局部，很多人对脚趾没有过多留意。其实脚趾的长度对运势有很大的影响，特别是女人，脚趾长的女人财运无比亨通，大多数出生在富贵殷实的家庭，得家人的喜欢，终身福禄双全，大吉大利。在婚前他们兴隆父母，在婚后他们又给老公招财进宝，荣华富贵，而他们到了暮年也是福气连连，好运不时，能够说是富贵无忧的了。10. 眉间长痣。两边眉毛之间假如长有痣，并且痣的外形比拟规则，运势是十分好的。由于双眉之间的中央也叫事业宫，掌管事业，这个中央有痣，无论是普通工作还是做生意，事业财运都十分好，可以步步高升，平步青云，痣的颜色越深越好。11. 眉心长痣。女人假如在眉毛中间长痣，必定富贵无忧。这样的志向天生就十分可以招财，而且驱除邪物，保佑本人终身贵气满满。这样的女人终身都没有什么灾难，少年时期就开端表现得与众不同。婚后和丈夫一同运营家庭，更是顺风顺水，成为富太太的几率极高，生活富足无忧。12. 耳朵长痣。耳朵在面相中代表着采听宫，也是一个人福气的外在体现。耳朵有痣的人往往做事稳妥，眼光长远，头脑清晰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。这部分人从物质上来看，年轻的时候有事业心，能够为自己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储备。从精神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内心世界充盈，即便人到晚年也不会觉得空虚寂寞。从身体素质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心态良好，注重养生，因此晚年的健康也是有保障的，不会出现一些大病痛的折磨，可以享受美满幸福的晚年，属于有福气的一类人。13. 嘴唇上有痣。嘴能够体现人的福禄，嘴唇有血色，嘴唇饱满，嘴型大方，这样的嘴不仅看起来就健康有魅力，而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身体和气色。好的唇形和嘴唇表现也体现着一个人口风是不是严谨，工作生活上处理问题是否做得周到细致等等。嘴唇上有痣的人，尤其是上嘴唇有痣的人，痣如果隐藏在唇纹中，若有若无，不影响嘴唇的整体美观，反而能让人一眼就被这样的嘴唇吸引，起到了强化嘴唇的效果。那么这样的痣也属于善痣。拥有这样痣的人一般都非常会说，表达欲望很强，也善于社交沟通，但是他们该说的会说，不该说的是会点到为止的，绝对不会嘴上没有把门的，一股脑把所有话都说出来，能分得清轻重缓急，懂得说话的艺术，知道察言观色，在表达上很有天分。这样的人不仅嘴上能说，思维意识也是超出常人的，智商卓越。因此在年轻的时候，这部分人由于心机重，看问题比较透彻，很容易在情感中表现得太过理性冷漠，可以拒绝一些人的好意，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。只有等到他们年老之后，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之后，领悟了生活的真谛，看开了身边的一切，变得包容接纳身边的人，才会慢慢打开心扉，迎接属于自己的新生活。因此这部分人越是年老，越是懂得珍惜生活，越是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，生活的越是滋润踏实有福气。男人身体痣的位置和命运，在志向中一般认为显露的痣为凶痣，隐藏的比较隐秘的痣为吉痣。所以也有人说面无善痣方为贵，因为面上的一般都是裸露可见，所以古人也认为面上没有吉痣，这个倒也不一定，还应该从痣的大小颜色来判断。
关于痣的颜色，一般认为黑者凶，红者吉，黑而墨，赤如朱，应圆高者方贵，中平小贵。具体来说就是色泽好而且丰圆隆起的痣是吉利之痣，茶褐色或者黑色的痣为死痣，如果颜色浅且分散，形状扁平更是不吉利。除了颜色有吉凶之分，位置也很重要，所谓红在黑旁，化凶为吉。下面就来看看在男人身体不同位置的痣又代表什么意思。一、天庭有痣，男人的额头圆润饱满是很吉利的象征。天庭主贵是官禄宫，主事业、官运和功名。要看一个人的官运如何，一般就是看他的额头骨相好不好。男人的额头如果前额厚实耸立，方正饱满，一定是出身良好。这样的男人一般天生聪颖，能言善辩，在学业功名上能够早早崭露锋芒，出路仕途。少年得志，在事业仕途方面大多能加官进爵，官运亨通，运势顺利，是大富大贵之象。如果前额有黑痣、恶痣、恶纹，在做事和事业升迁方面则容易受到阻碍，贵人运势会受到压制，有怀才不遇的遭遇。健康方面也会妨碍，要多注意。二、鼻子有痣，鼻子主财富，属于财禄宫。如果男人鼻子上有痣的话，一般财运不会很顺利。女人鼻子有痣一般是对感情和婚姻运势影响比较大，夫运不佳。男人的话一般是异性缘比较丰富，多桃花，对男女感情之事比较热衷。在财运方面不宜聚财守财，如果痣的位置在鼻翼的话，要注意偏财容易受损，中年可能有财政危机，易破财散财。三、眼角有痣，男人眼角的位置是一处桃花位，在面相中称为奸门，又称为妻妾宫。这个位置主要与男女感情与夫妻关系的状态有关。如果这个地方清明灵澈，在感情上的波折会比较小，在感情关系上能够稳定顺利，在婚姻中能夫妻和睦，婚姻幸福。而如果这个地方有疤痕、乱纹和黑痣，对主人的感情婚姻会带来不利影响，在男女感情方面容易陷入纠葛，比如三角恋、插足他人感情或遭第三者插足等。婚姻上容易夫妻不和，爱情婚姻破裂。四、耳后有痣，耳朵长得圆润可爱，鲜艳明亮，且耳垂厚实，多表示此人聪明伶俐，反应灵敏，兼有长寿健康之象。面相中一般认为看不到的痣都代表着吉利，痣在耳朵的不同位置也是有吉有凶。痣在耳廓中表示此人能福禄双全，耳珠有痣主财，但是此处的财太过显露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比较难把握。痣在耳后也主财，此处的财富是暗藏财，代表隐藏的财富，主晚年运势吉顺，衣食无忧。五、颧骨长痣，颧骨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驾驭权力的能力，高耸隆起的男人具有事业心，在事业上更能获得权力，能够掌握主导权，居于上位。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官场还是职场，都能够把自己的领导能力展示出来，具有野心，常是职场升迁中最活跃的人。如果男性在颧骨上有痣的话，在人际上可能会遭遇一定的阻碍，虽有出色能力，但是行为做事高调，容易遭人妒忌，导致事业升迁受阻。要注意防小人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调整自己待人处事的态度。六、下巴有痣，下巴是田宅宫，主富贵财禄。男人的财产丰厚与否与下巴的长相是有一定关系的。下巴长得丰润圆满、方正厚实的男人，这种男人一般受祖辈的福荫，能够继承丰厚的家产。不过就算是出身平凡，在财富方面也有很不错的成就，对田宅屋舍方面的财富商机比一般人更敏锐。这样的男人不动产多，适合做房地产投资。如果男人的下巴四周有痣，在食禄和财富方面会有不错的运势。
但是要注意学会管理财富和提升自己的情商。在言语天赋上要注意提升交流技巧，不然很容易受到流言攻击，与他人发生口舌纠纷，甚至官非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